其实你舞台状态也包括你后半段，包括你跟观众聊天啊，都在回到那个演唱会的状态。前半段有点涩，就是感觉哎呀好久没来，熟悉。但你适应环境倒挺快的。刚才你脱衣服，我说哎呀后半段就把衣服脱，你就玩起来。对呀对呀，这是你的场子吗？没有时间，没有机会，没那个点儿是吧？对，养生以后整个也是慢热型，但这个舞台不可以，马上进入状态。对。第一个排选的不是完全准确，稍微有点紧吧，加油加油！我不知道这是你的心得，我以为你唱得很熟了呢。没有，这个是我经常给我孩子唱的一首。舞台状态都很成熟，也没看到你紧张也干嘛的，但是看你很享受舞台看到了。是。对。但可能这首歌观众可能不是特别熟悉，可能是。我刚才看了一下，其实你挺有演员状态的，这个并不是装出来的，是有。但是我直观感觉这首歌不是特别帮忙你。是我因为是临时决定用这首歌不帮忙你，这首歌按照金老师的标准就是个口水歌，明白了？这不是勤，但我看不出勤奋的特点在什么地方。我刚开始很冷静的看，但后来我觉得整个声音切换太漂亮了。Beginning I was very calm to judging your voice, but later on really like a wave. The whole stage like a wave. 很好 ，Congratulations. I hope you can get good score. Thank you very much. 一个开头不应该用英语热场的，另外那句没兜住，这两个问题啊，其他没问题，保持自己的状态，没问题。我知道韩语比这个水平要高得多，完成度非常高，在初舞台的完成度已经够了，已经很好了，但这不是韩语最高的水平，对吧？第一次尝试我还能接受，就是最后那句旋律最后一句的时候。没气儿了，对了，声音盯不住了，太嗨了，对，嗨，你说什么都没问题，最后那个该唱的没气儿了，就要这一块看你旋律，但是还是没搂住我前面的劲儿，我前面劲儿用的太对了，其他没问题，保持自己的状态，没问题。当了几十年的那个舞台总监，仅仅是老江湖。我太怕了，稍微我有点瑕疵。我跟你说，我去他就会说的。你怎么会这样？没事，他说我就会说，我一定会以后会越来越好，因为他说过，被他读过的人都会越来越好。这句话我先抢了说我记住了。我告诉你什么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后半段特别好，还跟你语言类型没有关系，因为你是个相声演员。前半段唱的时候稍微紧张，而且你没搞好你和麦克的关系，因为那个画面特别好看。哪怕你最后全部完事以后，你最后那个小尾巴，你把帽子留在鼓上，你自己他有个现代穿越的东西。再好的演员，他老不上台也不行。是的。我只觉得缺这一点点，其他什么都不缺。你的音乐修养，你的音色，包括你对音乐的理解，你想表达的东西都看得到。只是太缺少舞台了，状态非常好。这个衣服有点限制我，说实话。我明白。但是整个状态非常好，整个挺嗨，整个音乐形态呀，包括你表演状态都很好。感谢。我感觉对吧？话痨了。咱们以后还会聊很多，你的声线呢，各方面音质都特别有特点，而且我希望听到你更多的歌，唱得很好。这还没到那个份儿上呢。周杰伦吐词不清楚，但你吐词得清楚，慢慢的你，哪怕你对麦克的处理，在麦克上的处理，比较清楚，好像我听清楚。对吧？包括副歌时候，你在舞台上的状态像个歌手的状态，但是声音呢，我觉得你要找自己。看哥哥们虽然年龄差很大，但都很有实力的。但反而给你个成长的空间，你就自由了。反正我是最年轻的嘛，就长呗，借着他们这种感觉，就往上提升自己，唱啊跳啊都找出来。别有太大的心理负担。杨和苏，对。然后说看过你唱点说唱 rapper， 然后主要是搞健身的，搞健身，开玩笑，但我确实练了8年了。对 ，I've been working out。主要开玩笑的，但是我确实很爱好健身，爱好健身。听说健身一开始的时候都练胸，星期一嘛。是不是啊？对 Step 周一世界公认练胸日。不是我的意思是那些初入门的对，都玩胸比较直接嘛，对，因为更漂亮，觉得卧推啊这些。然后后面比较聊健身的练玩腿，最痛苦的是练腿。健身，没有人喜欢练腿，对吗？对，但是练腿是非常有必要的，对全身有很大的帮助。我问了这个地方有健身房的，有啊。我来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问这里有没有健身房。我们上午去见过一次。真的吗？对，那我们都报个名。可以啊，跟你上周一安排起来。不，我早上叫大家起床。哇，可以。我叫大家起床。可以。叫大家起床健身。可以。对。我现在瘦很多了，瘦了20。你是教练吗？
我们可以教，可以这么笑我，我可以当教练，我可以当教练，就是不收费的教练，免费教练，免费教练，免费教练，私教课程省。对，就是这个节目以后给大家一起结算。我其实做完了之后，然后有一天下午5点钟去接孩子，然后我就给孩子去放，然后没有，然后我说你觉得怎么样？他说我不害怕。对。让在座有孩子的用这首歌来哄自己的孩子。我孩子这么成熟，为什么我这么不成熟？没事，你孩子会比你成熟。好，来，请姜鹏老师先回到位子，稍微安定一下啊。好，好，马上就到你了。在 Q 我。对啊，你如果晚上是8点录音，那你要几点起床？我基本上我现在早上一定是要醒的啊，因为孩子要上学。男生？男生吗？不是，姑娘。姑娘啊。就我在家，我没有其他事情，我就是陪他练鼓、练钢琴。但我发现小孩子是这样，你总是学呢，你没有可以表演的地方，对，他就会觉得很枯燥。是的，是的。那有一次他们学校就是说才艺表演，他就需要打一下鼓，一回来就觉得不错，打鼓挺好的，你知道吧？哎，可是隔段时间没有学，就是没有演，他又开始又懈。有点大了。天线里面唯一跟我吃过饭只有楚生。楚生跟你们俩吃过饭？不只吃过一顿好吗？对。好像还不止吃过一顿饭。对啊，还唱过歌。他真的挺好的。对，楚生就我比较有些时候就会自闭。对。你啊？对，你性格。我觉得你现在比以前还那个啥，以前我觉得还比较可爱吗？比以前还不好。我现在不可爱吗？你比以前话更少。以前还好啊，那是好还是不好？对不对？我现在话很少，我现在话不少吧。我进来一看，我说钟伟怎么在角落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？主要是因为太热了，里面对。就是我听你说话的话，就觉得你发过脾气吗？我发过脾气啊，我觉得没有，也会发脾气。我会发脾气啊，对，我会那种爆发的。我会爆发，我就甩头就走这样子。有你这样的孩子很幸福，父母永远不会为你担心。爸爸妈妈好温柔。对吗？我觉得我自己还好啊，我挺粗犷的。正能量，正能量，正能量。你看过那个满满的正能量那个短视频吗？没有。那是刷抖音吗？刷，但是我只看我。您通过这个节目能不能社交牛逼症的方向有发展趋势？不灵，我在社交这一块真的，我发现那些社交很厉害的人记性特别好。对。记人名啊，记人脸。对，我完全就是这一块完全不行。因为现在你要加一个人的微信太容易了，就是，所以加完之后怎么去维护这个关系？太多了，你的微信里面几百个、上千个人。我之前跟高春来。那个时候也是在一个节目我们认识嘛，约我去打羽毛球。我跟他说生命在于静止，他就再也没约过我了。他前段时间不是在参加那个什么拳击那个节目，全力以赴的我们。对，那个节目挺狠的。那敢看吗？真的打得很厉害，就是真拳两敢，就看的。因为你不打你就被打了。挺狠的。那你练舞的时候是练什么先？民族舞。哦，是啊。06年的时候是跳民族舞，然后就跳了2年多，就再没跳了，就跳流行舞了，现代舞、流行舞这种。我觉得现代舞还蛮好玩的。
他们那都那样，在空中不一样。对咱们来说，就学舞蹈这些都是深。对呀、对，是就是学民族舞那会儿，我刚学到翻，我就不学了，就是学了2年半。你现在练功多吗？他已经就靠基本功和靠一种什么的激往过撅了。他是在80年代北京有个叫震动队，对，当年是跟什么淘金那一代的人，其实就是就是欣欣姐他们当年，就是都是在同一个时代跳舞的。那你平时听 James Brown 的歌吗？我不，这样的歌喜欢。你呢？很多 James Brown 的音乐，基本上90%。真的假的 ？Lucky James Brown 有很多。这里面有孩子都有谁啊？大部分应该都有。你有孩子吗？你也有孩子啊？多大了？上大学了吧？你跟我们差不多大吧，应该。跟我差不多大。不是，你说跟你啊？你说跟你呢？爸爸，韩宇啊，你有孩子吗？又开始炫耀。你有孩子吗？你有孩子吗？咱俩都有孩子啊？我也2个。你也2个啊？我天哪！东边的太阳西边出呀！你比我小将近20岁，你2个，你可以炫耀。你有孩子吗？我不能很久太近。为啥？因为我妈知道，如果一时有2个孩子，爸爸的话，我妈要催我婚。结婚吧，早结婚好。现在是一个人，吃饱全家不饿。有时候你会郁闷呐，有时候会不解、迷惑。当看到你宝宝的时候，就觉得世界都亮了。对对对。没有喜欢的人吗？没有。这段卡掉哈，有没有喜欢的人？有也不说吧。哦，是他呀，我认识啊。我老婆是我见过最乖的，最乖、最单纯、最善良的。我看你的抖音上面，你和你老婆的视频，hold 到了。你值得拥有。哈，我不值得。出发之前，老婆有没有给你下一些 KPI 啊？我老婆其实不会强求我做什么东西，特别好。因为她很了解我嘛，就是我在工作的时候，我就感觉自己特别开心，就说就赶紧过去工作吧，然后跟他们一起玩耍，一起练习，然后不用管家里面，就好好的发挥。他说我是最棒的。那现场老师有没有什么嘱托？他叫我好好干，把快乐带给观众。你是东北人啊？辽宁。你老婆也是东北人？对，也都辽宁人。我媳妇儿让我给您带好。哦，就是我们看您就特别亲切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我岳父啊，就是和您长得特别像。也是光头吗？对，很短。哦，几乎没有。春头，然后大眼睛，双眼皮，年轻时候也倍儿帅。非常有意思，拿下韩语。谁要拿下韩语？谁呀？哪我啊？你呀？不是，我解释一下，你为什么继续说下去？为什么呀？为什么？这样子的，就是我是带着使命过来的。我在来节目之前，我老婆跟我讲，一定要拿下韩语，因为她特别想让我们家宝宝去韩语的工作室去练舞啊。对，那个拿下就拿下韩语，把孩子放到那儿学舞蹈。我以为你要把他给比下去。没有。因为有一个朋友，他叫杜淳，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啊，他自封还是大家跟他说他叫亚洲舞王。你轻轻一个吻，我疯狂体会，气氛开始升温，危险又迷人。I really wanna dance tonight， 非要你特别dangerous。然后他跟我说我不行，是我跳不过他，然后让我过来，说不行就试一试嘛。然后他要来踢馆，要跟我 battle 一下，愿望就是让杜淳再来参加一次。
找个椅子坐呗。我就蹲一会儿吧。我这样气能沉下来，我可以沉气，沉气。可以，你别放屁。楚生哥，那我们预定好了，就咱俩住一个吧。可以啊，但是我们能预定吗？问题是，听说好像是可以预定。不是，你不是说那个要教倪坤中文吗？教他中文，对，然后晚上他睡觉休息的时候就可以有家的感觉嘛。你可以教他打呼啊。你为了我放弃了自己的规则，我觉得很棒。我一定为了你，也今晚尽量不让呼出声。你呼出声，你把贴给我，你把那个贴嘴那个给我，我来帮你贴。你要不录个音试试我贴上那个嘴有没有效果？我觉得你要贴的话，你得有一张像面膜那么大的贴才行。行了，待会儿见了。那我帮你站房哈。今天的初舞台，其实看到了哥哥们的实力，也很感动，也很兴奋，而且看到了今年的追光者们太有实力了。我看得津津有味的，我觉得不错。我已经在想象下一个舞台你们该是什么样的呈现了。好了，这一篇翻过去了，今天这个初舞台已经结束了，已经不重要了。那搞这个初舞台干什么啊？要认识啊，要认识啊！你别忘了，我们不是自娱自乐啊，是给观众看的嘛，给观众一个判断的机会嘛，这个是公平的嘛。对现场的观众里边，几乎全是非专业的，他们带着对哥哥们的激情，对追光者们的崇拜来到这里边，他们的判断我不说嘛，不具权威性，但具感性和理性，这是很正常。我希望在哥哥们在真人秀也好，专业环节也好，还像我上一次说的一样的，释放自己，越真实越好。各位哥哥们加油，看好你们，看好你们，真的看好你们，好吧？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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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好。用过自己的低音炮来哄孩子吗？哄孩子，就是当是1、2岁的时候吧，就是孩子1、2岁的时候，我那个时候其实说实话没有什么经验，然后也没有完全的进入状态，父亲的那种状态，然后就在给他讲故事。我讲从前，在一个大森林里面，然后突然来一只大老虎，然后我就学那个老虎的声音，然后这孩子哇就哭了，然后得到了所有家人的这个批判。我说你会不会哄孩子？你不会哄，不要乱哄。今天我准备的是一首儿歌，就是叫做《小毛驴儿》，对，然后还是挺有意思的。有那天去接孩子的那个放学，我说我给你听首歌，叫《小毛驴儿》，然后我还以为他会很嗨，很开心，然后放完了之后，我问他，我说你喜欢吗？然后他跟我说我不害怕。后来我不害怕，尤其是这1、2年，能有更多的时间跟家人在一起。然后慢慢的，其实自己也找到了当父亲的那种感觉，然后孩子可能也越来越依赖我，我觉得这种感觉是我需要的，然后我觉得还挺不一样的，那种感觉很奇妙。哥，你平时健身吗？健身啊。你健身？对。真的吗？我健身啊。你练什么？就是有氧。你是有氧器械我都做。有氧器械你都做啊？对。真的吗？真的呀。我健身还蛮久的，我健身你健身8年时间了。哇，那你是老手，对。对，我真的。那我要向你看齐。不。对，我就是到时候如果跟你健身，我可以，因为他这里面有健身房。对，你带着我，对。专门去问过。哦，太好了。我来的第一件事就是问这里有没有健身房。他们说有健身房，有的，可以啊，有的。你要健身你就叫上我，对，我叫你，一定可以。好，你哪里人？我成都人。哦，成都。对，吃辣不错，吃辣。对，你去玩过吗？去啊，去过很多次了。你喜欢吃辣的东西吗？我喜欢。真的吗？对，其实，在台湾其实不吃辣，但是问题是，我来这个地方学会吃辣。我北京，哇，你嗨子，吃辣一定是要吃的。擦一下。我习惯了，我就一直是这样的，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，就是会很容易出汗。我帮你拿个水吧。哎呀，我谢谢。杨家将。我如果是有机会的话，我最想跟你合作。我非常偷告诉你，对，真的。
说好了哥，太期待了说好了哥，一定有机会的话不要拒绝我。不会，好，不会，好，我不会，我一定没问题，杨家子弟，没问题。然后作为回报，我天天带你健身。哇，太好了，真的，帮你保护，给你一个健身计划，甚至是。好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一定的，It's a deal，说定，It's a deal，It's a deal。家里人知道您来参加这个节目，对您有什么关照吗？没有他不管我，他只管金星老师的签名照要到就好了。金星秀在台湾其实一直在播，我们都看了好几遍了。然后尤其是我妈、我姐他们都每次听到金星老师的脱口秀嘛，侃侃而谈，都会觉得振振有词这样。其实我这一趟来，可能这也是我觉得我最大的目的吧。对，拿张签名照，2张，对，不同造型的。下见到金星老师，你会紧张吗？金星老师当然紧张啊！有一次我在酒店遇到他，我不敢打招呼，因为他的气场很磅礴，从我的面前迎面而来，然后我就这样眼巴巴的看着他从我的眼前走过去。对，辛苦。不会，不辛苦，你辛苦。等了一晚上累坏了吧？不会。上了会不会疲劳啊？不会。不会吗？对。好会唱歌哦。没有，我看到你我比较兴奋。为什么？因为在台湾6日都会播你的金星秀。看我的节目是吧？对。我觉得金姐你好真性情，对，跟我在台湾看的一模一样。是我跟台下差不多一个人，对，没有太大的区别，就直脾气，所以说可能观众喜欢我这个样，终于见到一个台上一样的人。对，其实说实在，我今天我比较兴奋我感觉我被人话痨了。咱们以后还会聊很多。